他是全网最强的军事博主，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乌东两州割据的事件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同时呢，他也对俄军表现最不满的喷子。在他嘴里呢，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胶合版大元帅。在俄军哈尔科夫战败后呢，他更是声称俄军战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他就是伊戈尔·斯特列科夫。而正是这样的一员大将，最近呢却被俄强行动员送往战场。乌克兰在得知后，更是对其悬赏10万美金，要求活捉。那么斯特列科夫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让俄乌双方对其如此厌恶呢？他来到战场之后，能否重现2014年的风光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伊戈尔·斯特列科夫原名格尔金，他有着许多外号，什么黄俄中的黄俄、克里米亚解放者、恐怖戈尔金，甚至俄乌战争推进者等等。上次大兵听到这么长的一串外号，还是龙妈住旅馆的时候。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多外号，也与他本人的经历脱不开关系。斯特列科夫在1970年出生于莫斯科，他家呢是军人世家，勋章多的抽屉都放不下。从小受到家庭熏陶的斯特列科夫，在17岁时考入了苏联军事档案学院，那是在1987年。苏联国内情况并不好，为了找到国家的出路，当时的苏联社会上涌现出很多思潮。斯特列科夫正是在学校受到了新白军运动的影响，意图要光复沙俄帝国曾经的辉煌与光荣，就此成了一名坚定的黄俄。1992年6月，苏联解体半年后，22岁的斯特列科夫完成毕业答辩当天，就带着把老式步枪上了卡车，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了德佐共和国对摩尔多瓦的战斗，以保卫这个亲俄政权不被摩尔多瓦吞并。后来同样还是为了保卫俄罗斯的利益，他又急忙忙地跑去参加了波黑战争。在车臣战争爆发后呢，又有大量实战经验的他再次被征召入伍。在这2场车臣战争里呢，斯特列科夫表现出极高的战术素养。例如第1次车臣战争，俄军打得十分惨烈，不少俄军士兵呢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但是斯特列科夫不仅没有因此而畏惧，反而在战场上是越战越勇。即便战争结束以后，也依旧在前线活跃，多次发现并击毙了试图潜入俄罗斯的车臣士兵，有效地防止了车臣武装的渗透。也正是因为在第1次车臣战争中的优秀表现，到了第2次车臣战争的时候，他被提升为安全局特种部队指挥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呢，他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天赋。根据他战友回忆啊，斯特列科夫经常指挥精锐小队对车臣武装实施突袭，从来不管什么投降和威胁，先斩后奏，打完就跑。许多车臣人在这段时间呢莫名失踪，他也因此获得了第1个外号恐怖戈尔金，是少数能让车臣人都害怕的狠角色。而除了打仗之外，斯特列科夫还喜欢发表战地纪实、政治评论，偶尔在网上宣传一下黄俄思想，把个人 IP 搞得有声有色，在民间逐渐建立起了强大声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未来斯特列科夫应该会一直过着这种醉里挑灯看 AK、 梦回吹角特战营的生活。但很快俄乌之间就不出意外地出现了意外。到了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爆发，这可把赋闲在家的斯特列科夫给激动坏了。他认为现在的乌克兰亲欧派和亲俄派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此时正是拿下战略要地克里米亚的机会。但当时的俄国内高层其实对此事呢一直争论不休，估计等到商量出结果，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斯特列科夫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传统技能，先斩后奏，迅速组建了一支100人左右的志愿兵团，赶赴克里米亚。在到达后，他告诉当地人自己是普京派来接收克里米亚的，并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当地的政府官员。一波封官发财的攻势之后呢，一众高官很快就归顺了俄罗斯。在另一边，普京一看着斯特列科夫居然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派一支部队赶去增援，最后通过全民公投吃下了克里米亚。而这件事呢，也让普京感到心情复杂。一方面呢，克里米亚的战略价值的确太高了，甚至可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块版图。但另一方面，由于斯特列科夫的贸然行动，导致俄罗斯被欧洲以侵略他国领土的理由狠狠地制裁了一番。在此之后呢，斯特列科夫也被普京叫过去，好好的谈了一下。但很显然，他并不在乎这些。
时间来到2014年3月，斯特列科夫再度故技重施，他带着50多名志愿兵潜入到乌东顿巴斯地区，再次拉起了俄罗斯的大旗，组织起一大批民兵与乌军进行对峙，并且效仿克里米亚进行公投，想要拉俄罗斯下场。但令他没想到的，俄罗斯这次并没有回应他的行动，反倒是乌克兰对其十分重视，派出了6万大军对他进行围剿，直到他退到了俄乌边境，普京才不得不秘密派出5个营去配合作战。也正是这个举动，让斯特列科夫就此出任了顿涅斯克国防部长，组建了一支复兴营，带领当地俄国人跟乌克兰政府干仗。可以说，今天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政治格局就是斯特列科夫一手促成的。不过后来呢，或许是普京看他实在太过膨胀，于是就连发几次强令，要求斯特列科夫回国，不仅限制他出境，还强迫其老实退休。从此，斯特列科夫成了一个失业的中年男人，最多只能在网上点评一下今天的俄乌战争。但是看着如今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斯特列科夫呢一度气急败坏。他曾常常发文批评俄军的战略，怒斥俄军领导层的无能。曾在一次采访中，他还将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称之为胶合版元帅。而早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斯特列科夫就在网上呼吁俄罗斯全面动员。到了8月份，听说赫尔松被围后的斯特列科夫更是打算偷渡出去参军，在途中却被俄罗斯军队拘捕。根据俄罗斯战地记者宣称，被捕时斯特列科夫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和胡子，正拿着其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时使用的假护照，试图从克里米亚前往赫尔松前线。斯特列科夫称自己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目标，只是希望作为一个小人物参与到他所发起的战争中。而此前的俄军哈尔科夫大败，斯特列科夫更是直接认为俄罗斯已经失败了，剩下只是时间问题，即便是宣布总动员也救不了俄罗斯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那绍伊古拉平什么的都不行，打仗还得看我斯大将军。很快斯特列科夫就如愿以偿了，在10月16号有多方消息显示，斯特列科夫已经收到征召通知，以动员兵身份出任俄军志愿兵营的参谋长，目前很可能已经前往乌克兰战场了。而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征召似乎并非斯特列科夫自愿。他的妻子说，自己的丈夫不是自愿去前线的，因为她根本没有收到丈夫的消息，反而是在社交媒体上才得知自己的老公上了战场。这里呢，大兵猜测应该是和俄罗斯内部的政权斗争有关。毕竟俄国内除了黄俄之外，还有希拉维克集团和亲西方的自由派。毕竟如今俄乌战场局势复杂，使得俄罗斯国内也动荡不安。以普京为首的希拉维克集团要是再打不出好成绩，很有可能遭到黄俄的抢班夺权。因此，为了消除不稳定因素，黄俄中的军事代表斯特列科夫就不得不上战场。而他也并不是个例，有消息称，俄罗斯国防部正在对付那些散播不利消息的俄罗斯军事博主。在这几天里呢，许多黄俄博主都被莫斯科打包动员去了前线，使其被动闭麦。那么去了战场的斯特列科夫还能发挥作用吗？这一点大兵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了。首先，他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不如2014年了，而之所以他当初能够搅动局势，也是借了莫斯科的势。但如今莫斯科自己都没能力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他上前线自然也不行。而现在时空转换，形势早已经和2014年不一样了。现今的乌军早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而且2014年的斯特列科夫最后也是被乌军追着打的。而乌克兰在得知斯特列科夫要上战场后，更是别提多高兴了。在当天，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就宣布悬赏10万美元，抓捕知名军事博主伊戈尔·斯特列科夫。显然，由北约情报分享、美国军事援助、星链提供宽带信息化作战的乌克兰军队，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干掉这位2014年吞掉克里米亚的罪魁祸首。而这一切呢，也都预示着斯特列科夫最后的命运可能会特别悲惨。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他目前国力与国力的对撞中，个人发挥的空间非常小，尤其是他被近上百万的乌军盯上，并且北约随时可以通过卫星和情报抓到他作战部队的地点。况且从这次的出任志愿兵营就能看出，普京显然也没有打算大用他，并且让他当吸引前排火力的意思非常明显。
再加上他这次被征召，仅仅是去担任营参谋长，待在这样一个没什么指挥权、仅有几百人的支援营，在几十万对几十万的战场绞肉中，斯特列科夫的未来可谓是十分坎坷。毕竟如今战场上的俄军指挥官那可是最危险的，其次他还是最让乌克兰记恨的人物，在乌方他是登记在册的战犯，军情和特战资源只管拉满，再加上他还长期抨击俄军的前线指挥、总指挥乃至俄罗斯国防部，大兵估计俄军内部想要打他黑枪的人应该也不少。最后再看他这次要去指挥的是志愿者营，这里边的基本上算是80%新的新兵，经过简单的训练后就直接上了前线。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俄方士兵仅用1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征募到被俘的通关记录。而作为这群新兵的指挥官，大兵建议斯特列科夫还是先给自己准备一辆好一点的摩托吧，看情况不对就直接开溜。毕竟普通士兵还可以投降，而斯特列科夫呢，还真就只有跑路这一个选项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斯特列科夫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